你知道吗？在加州买错一套房子，亏几十万啊，都是很常见的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一个真实故事，一对夫妇在湾区买了一套 townhouse， 他们工作稳定，收入也不低，他们一开始就是没有想到买了这套房子之后未来有什么打算，而是只想到了当下这套房子装修很好，很漂亮，新房，好学区，并且是我喜欢的。于是两个人咬咬牙就上了车，结果几年之后他们发现有点后悔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几年之后的生活突然有了变化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希望这类型的干货视频能帮到您和身边的家人，点赞加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所以这支影片我想告诉你，买房不能只考虑现在的生活需要，而是要考虑到未来的变化，房子的流通性，还有它所在的区域等级到底值不值得买。接下来我就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买房最容易忽略的3个点，让你少走弯路，避免盲区，从此不做一个后悔的买房人。第一点就是未来的你和现在的你可能不一样。我们大家都喜欢买房子的时候，看到自己喜欢的，现在想要什么就把它拿下，但往往最容易出错的就是这样子。真正思考过的买家会想一想，买了这套房子5到10年后我会后悔吗？我今天这个决定有没有考虑到我几十年后的生活习惯、生活作息会不会变化？毕竟买房子光房贷就要绑定30年，抛开房价的涨幅来说，我们以后会不会换房子，这个很难说得准。一项调查显示 82% 的购房者对最近的购房表示后悔。调查显示购房者表示后悔的第2大原因就是房屋未能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。你今天买房子有很多原因，有可能是你的工作稳定，你没有孩子需要照顾，家庭也就1家2口，所以你想要一个自己喜欢的舒适的家，并且通勤也方便，这些都很好。可是你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考虑清楚，你的生活会保持这样子不变吗？5年、10年后还会是这样子吗？几年后你可能会有小孩子，你需要大一点的房子，你需要更多空间，并且你需要一个好的学区，那有可能当下你所看到这套房子不一定能满足你未来的需求。其次，你换了工作，离公司更远了，那么你这套房子并不能随便变动，因为 location 它是固定的。甚至有的时候就像疫情过后，大家都可以远程工作了，那么大部分人就会选择去更舒服的、更适合居住的城市。那么你现在买下来的这套房子是不是又烂在了手上，没办法抛售，没办法换房呢？甚至考虑的更周到，就是这套房子你买了，它也是像投资，它未来有没有升值潜力，它未来有没有增值空间，就是例如在后院盖 ADU 之类的，也或者是你想拿这套房子拿来出租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，这些通通都是你需要考虑到的。那当然我们很难说一套房子就满足所有需求，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更重要的 priority 去看好到底哪项目是你更看重的，未来这套房子能为你带来的争议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买了一套 condo， 位置很好，也在科技园区边上，当下是完美的，离公司近，也不用打扫院子，通勤同时也很快。但是几年后你发现想要孩子的时候，你的房子只有1房1卫，这区禁止出租，甚至连 Airbnb 都不行。那么当你想换一个工作去另一个城市的时候，你发现这套房子还卖不掉， HOA 每年涨价，生活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，房贷压力也一直在影响你换车、旅行还有生活质量。认真考虑为什么买房的人会通常想得更周到一些，这套房子如果我不住了，能不能拿来出租？当我想卖的时候，能不能吸引到别的买家？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，你并不能说这套房子就一定能满足市场上每一个人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清晰的知道自己这套房子的市场定位，还有你未来这套房子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么随着房价定位还有出售房屋，我们就来到了第2点，房子流通性好不好？我们经常说买房就是投资，房产就是资产，但你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资产吗？不是你觉得它现在有价值，而是未来有人愿意接手这一套房子，花钱买的是房价，得到的呢是它的价值。所以你买房的时候不要只问你喜不喜欢，而是考虑到它有没有真正的价值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房产的干货知识，甚至买什么类型的房子，我做了很多期影片，大家都可以过去参考一下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美国最受欢迎的房屋所有权类型就是单户住宅，只有的是独立的地块还有独立的住宅室，通常有带前院和后院。这一类房子呢，你的土地和房屋拥有权在房产里面通常是最多的，也是我们的 single family home。不仅如此在房价增长快速的市场里面，独立屋的增长也是最快
最多的。因为市场说白了就是供给与需求，所以这类型的房子买家多了，需求自然会把房价抬起来。那么大家也要想想以下的几个问题，就是你买这套房子有没有人会帮你未来接盘，房子是不是大众的需求，因为2到3位的房子通常是最 popular 也是最多买家持想购买的房子类型。通常呢，这些房子户型好，采光也好，并且很多都是 low HOA 或者是在社区里面生活便利有好的社区 good location。 那么假设你买的是一个4房或者5房更多的房子呢，附近有没有人以后能接盘这套房子又是成了另一个问题。更直接的说，如果你是买 condo 和 apartment 类型 HOA 你一定要看清楚，不仅是每个月的 HOA 涨价，同时是这套房子类型的流通性并不是很高。因为很多房子带有 HOA 或者 mellow rules， 很多人看完之后就直接跳过，甚至HOA 很多时候禁令很多，不给短租，不给马路边停车，或者是不能随意更改房子。那么你的土地拥有权呢，也只是小小的一部分。所以说对比起 single family 来说， condo 和 apartment 可能优势并没有那么大，并且购买家的买家池也会变得小很多。所以记住，流通性就等于风险控制器。如果市场转冷了，手里的房子能不能快速卖掉租出去，也甚至是如果你突然换工作了搬城市，这套房子有没有操作空间。第3点要考虑得到就是房子的社区 location 还有它附近的环境。因为很多人往往第一眼看上的房子都会爱上房子本身，却忽略了它的环境还有周边的情况。不过呢，今天我教你如何一下子就辨别出来 A、B、C、D 4个市场。通常 A、B、C、D 这4个市场呢，用在于商业地产里面来评估一栋建筑的它的等级， A 为最好， D 为最差。买房子大家都讲究 location。 那对于购房者来说，好的地点通常拥有交通便利，排名靠前的学校，或者是社区参与更加的好。好的地段呢和坏的地段永远保持不变。就像旧金山来说，如果没有考虑到买房子的 location， 很有可能就亏了一大笔钱。旧金山的市中心豪华顶层公寓于2023年5月以1400万美元价格上市，直到今年1月中举以低了5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，比卖家买的2年前预售价格更加低了 30%。 同时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旧金山本身还是有自身价值的，因为旧金山仍旧是一个卖方市场，想要在该市场买房的人可能会比房屋拥有数量更多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location 很重要，因为地皮不会贬值，并且只要一个地段它是需求大于供给，那么它的价格会一直被推升。通常 A 级社区呢，也就是大家我们俗称的学区房，这种地区呢价格昂贵，需求大，因为想来这里住的人很多，租房子的比例也是相对较低的，所以房价高，租金也贵，安全设施也做得很好，并且商业都会围着这些地方发展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围着 Whole Foods 买，因为 Whole Foods 就是个高端市场，高端市场周围就代表着是一个高端社区。那么对于我们 B 级社区来说呢，就是中产地区。通常在这些区域呢，我们也会看到多多少少有翻新房，还有很多新建的房子，但是就不像 A 社区一样那么高级了，它以中产为主，有基本建设，还有学校，房价呢也相对合理，并且是个刚需。那多多少少呢，它是接近 A 的。那当然 C 和 B 是最相似的，所以当你来到 C 区的时候呢，有可能它不会是特别新的社区，但是马路还是干净的。收入在这些地区呢不会算高，但也有中产，就是比较混合的 community。 房价虽然便宜，但是维护成本是相当的高。通常对投资者来说，这片区域很大潜力，因为都可以用来出租，或者甚至是买了炒房子。不过呢，这种区域你要做好很好的功课再去做投资，毕竟最大的坑还是出现在 B 和 C 的市场里面。一级社区你走进去就感觉到这里有可能会有流浪汉，甚至工作岗位机会不多，哪怕有也是很低收入的。甚至你可以看到马路街上有很多车厂，因为住在工业区附近的呢，通常都是低区，价格虽然便宜，但流通性极差，大部分人看了都不选择在这种区域居住。然后呢，这种区大部分都是租客，所以一套房子面前可能停了5、6辆车，或者住了几个家庭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你看买房真的不是靠一时半会的感觉，而是清晰理智的有规划未来的方式去买房子。不要觉得价格合理、装修好看了就一下子冲动进去买单，因为你一旦买单就是绑上了30年的贷款。
你要考虑的是未来和今天的你到底是否会有同样的想法，还有这套房子能不能满足你未来的需求。我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到你，还有提供更多干货。我是北美亚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